用咱们纯泥炭配合颗粒的这个种材压活土啊，这个盆面什么时候土是干的，什么时候土是湿的，什么时候该浇水，今天大概的给大家嘚啵一下啊，让你更好的去掌控这个水。第一种情况啊，这个土是黑褐色的啊，你把盆面的土拿出来，你挤一下子啊，它都能挤出来很多水的这种啊。这个植物到家以后，你换土1个月以后，这种情况啊，进入正常养护期间，这种情况它不浇水。如果说你种的特喜水的植物啊，你像茶花、像茉莉啊，你像那个栀子啊，刚化完盆啊，特别喜水的这些植物，盆面啊，包括你洗根以后啊，白兰啊，能挤出来水啊，咱们也要持续性的去补充，让土维持一个高湿度啊。前期发根需要一个高湿度啊，当然前提是浅埋浅种，盆面露出来一部分根系啊，或者茎干完全露出来。这种情况啊，刚化完盆的浇水，养护了1个月以后，植物根扎出来了，进入这个正常生长期，咱们不浇。那么第二种就是盆面土是黑褐色啊，你摸着很湿，是吧？但是你挤不出来水啊，那么这种情况对于你相对来说比较喜水的植物啊，栀子、茉莉、桂花、茶花，哎，这个米兰、九里香啊，包括桂花，这个时候咱们要给它进行浇水，是吧？特别喜水的植物，盆面捏的不出水了啊，你摸着是湿的，但是它不出水了，就可以给它浇水。第三种情况啊，就是盆面这个土啊变成那种浅棕色，你掰这个小碎块啊，盆面的这些小碎块是吧？摸的完全没有湿度了。土变色变成棕色，你像那个龟背竹这种，你像那个红掌，你像咱们养护的这个竹子，包括用咱们种材压活土种的这个兰花啊，君子兰，包括咱们各种蔓丽绒类的，那么也包括咱们天堂鸟、春雨啊这些肉质根为主的植物，草本类的植物啊，盆面土干烂没有湿度了，这个程度咱们就可以给它进行浇水。那么第四种情况，耐旱植物啊。就是说，这个叶片和茎干能够储存水分的一个植物啊，你比如像芦荟，是吧？叶片有大量的水分啊。你像这个种球类的植物啊，茎干和叶片能够储存水分的这些植物啊，相对来说都比较耐旱。那么咱们手插进土壤当中啊，插1到2厘米，大概1个手指节的一个距离啊，摸着指尖微微潮湿的时候，咱们给它浇水就 OK。那么泥炭土还有一个特性就是比较轻啊。你家里是塑料盆的，咱们去颠盆儿。那如果说这个盆儿啊颠起来很轻啊，你摸着这个土还潮乎啊，其实它已经缺水了。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去浇水啊。这个颠盆是非常轻便啊，非常利于新手去掌握的，是吧？不要等全干，等这个泥炭土全干以后，它会极度的收缩啊，导致盆和壁之间有什么？有缝隙啊。那么这个缝隙它会导致你浇不透啊。另外一个，泥炭完全干透以后很难浇透，要去进盆啊。不光是泥炭，就所有的土完全干了以后都很难浇透。我把这个泥炭干燥程度分了4级啊，咱们根据家里边的光照、通风环境，包括瓷盆、塑料盆啊，咱们进行一个上下的微调，那么就很好掌控浇水啊。咱们这个土保水的同时，透气性非常好。你记住啊，透气性是非常好的。即使你浇足了以后啊，这个根系能够正常的呼吸啊，能够正常的去生长，这就极大的提高了咱们浇水以及换盆种花的一个成活率的问题啊。别忘了点赞关注啊。